我们来看看呢，布林肯18号这个礼拜天就要到北京去了，要到北京去访问啊。那快闪2天，谈的是台海议题，外界认为这是焦点哦。秦刚，中国的外交部部长就说啊，布林肯这一次的这个此行啊，这一次来访问是美中商定。不是我中方邀请，我讲得很白了，是你自己要来的，不是我邀请你来的。而台湾是中国的核心关切啊，重中之重。苏利文啊，美国国安会的这个代表，他说啊，华府不指望布林肯此行可以获得任何突破，不抱期待啊。对美国来说，更重要的外交活动是即将接下来的印度总理莫迪下周要到 DC 去访问哦，这什么意思呢？我不期待。可是讲了半天，很想去中国大陆访问，终于成型了，说我不期待啊，我不期待。布林肯这一次访问北京之前，其实发生很多事情啊，外界说这可能是他访问北京的筹码，包括什么呢？美国媒体揭露北京在古巴有部署情搜设施，这件事情其实还是一个问号，我们不知道是真的有还是假的有。那另外呢，美方说我没有确定要邀请受到制裁的香港特首李家超参加 APEC 会议啊，这也是一个变数啊，也是一个筹码。另外就是罗森伯格 AIT 的主席来台湾嘛啊，然后呢，对于台湾总统选举啊做了很多的表态，感觉上是在面试。而另外呢，我们看到布林肯啊访中，其实美国内部有很多杂音啊，说哎呀，你这个是示弱，怎么可以到中国去呢？示弱啊，不行啊，哦。可是拜登为什么坚持要布林肯去呢？学者就说啊，因为美国的利益呀，比中国大陆的利益还大哦，所以他要去啊。我们看到这是哈佛大学的教授华特，他说这个只要重启对话，还有厘清部分共识，就是足够的斩获，就有收获了。所以呢，外界也在看下一步有没有可能拜登跟习近平会见面呢？如果可能的话，最好的时机恐怕就是在9月印度新德里的 G20 峰会，或者是11月美国旧金山举行的 APEC 峰会这2个时间点。而另外呢，今天在中国大陆，比尔盖茨见了习近平，来看看。你是我今年见到的第一位美国朋友。我总认为中美关系基础是在民间的。我是寄希望于美国人民的，在当今世界这样的一个形势下，我们可以进行各种有利于我们两国人民、有利于整个人类的一些活动。I was very disappointed I couldn't come during these last 4 years, and so it's very exciting to be back. 你看到习近平对比尔盖茨真的非常的重视因为其他的这个商业的很多的巨头来，像 Musk 来，他也没有见而且这一次布林肯到北京，据说应该啦，一般预料也不会看到习近平，也不会跟习近平见面。可是就在布林肯访中前夕，美国参议员他提了一个法案，希望加速对台湾军售。而另外呢，这位刚刚过100岁生日的季辛吉他说他认为，除非美国跟中国让步，否则台湾可能面临战争这个是 Bloomberg 的报道。他说，美中关系的轨迹必须改变，不然要战争这件事情是难以避免的。而另外，我们来看看军事上面的一些发展，包括美国国安顾问苏利文访问印度，谈的是加强美印之间的防务联系。而这个时间点，我们看到印度在展现它的强大的军事实力吗？他先是买了31架美国制的武装无人机，另外我们看到他海上这是 CNN 的报道，印度的海军抢先中国双航舰演习，这是双航母大秀实力我们看到这2艘航母，这是来自印度这个是维克兰特号以及维克拉玛蒂亚号这双航母同时演习。外界认为这个双航母的同时的这个率领打击群在阿拉伯海做这样的演习，是展现它的实力，而且非常的难得，因为你可以同时驾驭双航母，这件事情蛮不容易的这是外界的评论。可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呢，中国大陆的网友就在那边有一点唱衰吧，他说哪有你印度，你这2艘航母这个排水量都很少才4万多
顿，你好意思吗？哦，那当然就是一些网络上面哦，大家会有一些评论嘛。那另外我们看看中国大陆的海军，它的军舰发展如何？我们先来看看，这是福建舰啊，福建舰啊，那个时间点，我们看到美国智库有做一个分析，他说你这个福建舰啊，上头有甲板的大裂缝哦，可是后来呢 ，CSIS 的分析师说，你美国智库你判断错误了，你是误认了，这个不是裂缝啊，它是液体汇集在甲板上，形成类似小溪流的这个形态啊，所以呢，美国有可能严重低估中国的军事实力。那很多人都认为现在这个东升西降，为什么？在很多维修啊，还有造舰的能力上面呢，美国看起来有一点点左支右绌了。美国海狼级的攻击核潜舰康涅狄格号哦，前年其实它在南海的时候不小心撞上海底的这个海底山哦，结果受伤了，重创啊，需要维修了，把它拖回重返回美国本土西岸的华盛顿州基地，可是修了半天，因为船厂忙不过来。最快也要到2026年才能重新服役啊，所以外界就认为说，你现在的维修能力啊，恐怕也不 OK， 因为美国海军现在有49艘攻击核潜艇舰，那很多都像这个康乃狄克号一样哦，都在维修当中，所以数量达到1/3哦，只有2/3可以服役哦，其他都在入场维修或是等待入场维修哦。因此，像是 Bloomberg 他就警告了，美国海军舰队面临了维修业务严重积压哦，增加了美国海军面对规模不断增长的中国海军的压力哦。中国海军在崛起，那你现在感觉有点落后了。我们先来问问看委员你怎么看我们看到了布林肯要访问北京，以及现在比尔盖茨跟习近平通上话啦。先说比尔盖茨，比尔盖茨现在不应该归类为企业界人士，因为他退休很久了，他专心在经营他那个地表上最强大的慈善基金会，就是比尔盖茨基金会。那么他负责在研发癌症的治疗方案以及各种病毒的一个攻克的方法。比尔盖茨在美国是有很高的声望，而且没有牵涉到具体的商业利益。习近平见他是一个面对一个慈善大师。不会有让人家联想的一些什么政治或者是一些经济，甚至一些商业上的特殊用意。更重要的，这也代表说中国对比尔盖茨仗义直言的一个答谢。因为在当时这个新冠肺炎刚起来的时候，很多人都说，哎，那个就是武汉哪个实验室出来的。比尔盖茨跳出来，他刚好是专门弄这个的哈。他说没有这回事，他不认为是个样子的哈。而且在对于中国的所谓风控啊，他也给予高度的评价，不像美国很多人把中国的风控说的像什么这个妖魔似的。所以对于这个习近平主席来讲，这个比尔盖茨董事长就是一个第一号的美国的民间友人。因为有一个更第一号年纪大，很少出门，就是基辛格哈。这有高度的代表性的含义。布林肯要到北京访问之前，是有前几个小时吧，才跟这个秦刚通过电话，通话时间是北京的中午，然后是华盛顿的晚上。布林肯这么晚还要想办法跟秦刚来打电话，很明显的有重要事情。什么重要事情呢？在12点25分的时候，通完话12点25分，秦刚就发表了新闻稿，说我们谈的问题，我告诉他，台湾问题是重中之重的核心问题然后所有的中美问题的责任就是你美国的责任。简单讲就是这样2句话。当然，可能他们2个谈话内容到现在不可能公开的。隔了6分钟，布林肯就在推特上讲说我刚刚跟秦刚通过电话，什么都没讲我们需要多沟通然后隔了6、7个小时，100多岁的基辛格跑到这个布林肯的推特留言里面讲说，哎呀，我希望中美2国关系能够逐渐的改善。这代表什么含义？美国还是有一股力量认为中美关系这样下去对美国是不利的，而且是高度危险的，甚至于他们也认为这个在台海引发战争的时候，对台湾是100%没有什么任何的好处可能不像这个蔡英文跟赖清德整天鼓吹的，哎呀，人人皆兵我们能够去
大解放军啊，我们多厉害啊，发 AK-47啊，哦，在2位军事专家面前，那个跟孩子的游戏哈。所以布林肯访问北京的筹码，不过我不觉得这筹码，不是筹码，因为有人要阻挡什么？有人要阻挡布林肯访中，的确是在放说，哎呀，你看这个气球间谍接着下来之后，有古巴的一个所谓的间谍什么监听站的一个事件。中国当然在古巴会有这个情报活动，但是花个几十亿去搞个电子监听站，那也太夸张了一点吧？哦，他要情报的话，直接跟古巴买就。如果真有其事的话，美国 CIA 在古巴的这个馅饼多得很，还是问题吗？所以我是觉得就是在破坏布林肯这一些，所以美国目前为这个问题正在拉扯当中。那我们就静观6月18号布林肯访问北京以后，双方面谈判的结果。是时间点会在台湾时间的礼拜天哦，或者是礼拜1这样的时间点。来，我们请教这个将军怎么看像这样的军事活动？这个印度真的是奇葩国家，这是 CNN 为什么这么夸张的来报道它？而且说它只有现在全世界虽然说航母的国家有英国还有中国，但这2个国家都没有双航母联合作战的实力，除了美国之外就是印度。哇，我看到这新闻我真的头都昏了。这2艘航母其实下面那艘不是叫做维克拉玛蒂亚号，不是、应该叫烈日王号。烈日王号，它是跟苏联买的。苏联那时候解体嘛，那航空母舰摆在那边，他就跟他买，就苏联多少钱卖他？1块钱美金，对，卖了以后就弄了一个大坑，他花了20-30亿去后续再把它完成，完成之后拖回来中间以后，他试车嘛出去海试8个锅炉炸掉7个，然后后来陆陆续续到现在为止，总共失火3次。这种航空母舰，你说它有多大战力？说它双航母作战，那是。另外就是电子作战、电磁作战这些东西我都不讲。另外维克兰特号也是这个印度自己建造的，自制的。他闹的最大的笑话是什么？你知道吗？你绝对不相信。印度自己还造了一艘一种就是飞机战机，叫做光辉号。结果他发现说，他造的飞机不能放到这条航空母舰上面起飞。他装满油就不能带弹，带弹就不能加油。你说这种后来还没办法，他变成说必须还是要跟苏联去买他的跟现在俄罗斯了买他的米格29。但米格29已经是落伍的飞机嘛，这2艘航空母舰前后大概搞了10-20年以上，所以他现在用的飞机还是已经现在我们看到米格29在俄乌战争之中，其实已经是算于第3代，已经是淘汰的飞机。他现在这2艘航母还是只能用米格29起飞，他自己研发的光辉号不能在这航空母舰上面起飞。你说这种国家，我不知道怎么去讲它。然后他现在，当然，我觉得说，西方媒体这次会这么夸张的报道，是希望把它拉入北约国家。是要把它，所以有点溢美，对不对？因为我看 CNN 给他的评价很高，对，除了西方，还有西方媒体也把它提升很高。对，他把它评价到什么程度呢？就是美国跟英国，他讲他自己英国都没有那个实力做双航母的联合演习，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政治的意义大于军事的。但是，把他要拉入北约，莫迪自己说我不要参加。那至于说为什么不参加，以后有时间再跟各位观众来做说明。是，来请教舰长怎么看呢？像美国跟中国的这个制造维修的这个实力，好像也有差距啊。是的在1个多礼拜以前的新闻大白话，我那时候就秀过这张图。那个时候我讲什么？我们最厉害的桃园市材料力学将军告诉我们，那个锯齿状的痕迹，就是这个锯齿状的痕迹，它其实是裂痕啊，很可怕的。但是我那时候就说不是，像我们这种官校还没毕业建训的时候，就要每天早上清洁甲板，都非常清楚，那一个是水痕那一个不是什么其他怪痕迹，那个是水痕我们那时候就已经澄清过这个事情，大家不相信，可是我必须要说美国之音也来问我这个问题，把我讲的原本的都登出来。好。现在更厉害了，什么更厉害呢？就是我们刚刚那张照片就是常常兵推的那一个智库 CSIS， 它推出的前面那张照片是今年4月照的。那结果呢？大家都说有裂痕好可怕那个中国那个怎么样？好，他现在来洗地了。
他说是这样的吗？他这一篇叫做什么？揭穿中国第3艘航空母舰裂痕的报道。他说那个就是一个液体的痕迹啊，那就是水痕啊。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子随便乱讲中国嘞？其实我必须这么说啊，当初俞北辰将军他拿的那张照片是2022年8月的 Google 的照片，那是但是呢，他没有看到的是 CSIS 在今年4月份，他也出了一张照片。如果这是裂痕 ，CSIS 这个智库怎么会把这么大的一个新闻就平白的放过，交给俞北辰来爆料呢？怎么可能呢？好，另外我们再讲到说，还记得吗？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那个时候开了一场什么会议，叫做华盛顿海军会议，然后讨论的是那个英国、美国、日本、意大利、法国这个5个国家在航空母舰跟那个主力舰它的一个吨位比例。为什么是这样？因为从来海军作战就是以吨位为主。最近美国战院的未来学研究的一个主持人，他也在 Proceeding 上面写了这么一篇文章，也就是现在的美国可以动的舰艇297艘，解放军有多少艘？解放军当下已经超过375艘了。而且今天我们必须要讲啊，今天我去听了李安友老师他的一个演讲，他在会中清清楚楚的讲，现在这个全世界最大的海军就是解放军，所以大家不要怀疑，解放军就是最大的蓝水海军。那至于说它的武器的那个值跟量，事实上都弯道超车。美国不要再夜郎自大，更不要讲说我们台湾有人说，哎呀，雄山好棒棒，那更是无稽之谈。我们看中国大陆的李强，他是新任的国务院总理嘛，他上任之后第一次的出访，选定了2个国家，欧洲的德国跟法国。我们来看看呢，这个李强正式访问德国即将启程了，而且会举行第7轮的中德政府磋商。也会在这个访问法国期间出席新的全球融资契约峰会哦。那必须讲哦，他们的外交部也发了这样子的声明哦。这个是秦刚5月的时候，他曾经到过德国的柏林，而2国新一届政府的首次全面对接，就看李强要怎么跟对方来对接了。当然，德国是这个欧盟里面最大的国家哦之一哦，它的首部国安战略哦，现在已经出炉了，这是肖兹政府出的一个新的国家安全战略哦，有39页，可是里头有6次提到以及定义中国，怎么定义呢？3重定位，上头定义中国是第一个合作伙伴，第2个是竞争者，第3个是系统性的对手。又竞争又合作哦，又是伙伴。另外，我们看到复旦大学中欧关系研究中心的老师他叫做简君波，他说德国可能会越来越强调竞争者和对手的成分，弱化伙伴的成分，这是什么意思呢？以后会越来越竞争，合作的成分会越来越降低吗？另外，我们看看最近法国也有很多动作尤其他们的总统马克宏。最近不断的要求说我要加入金砖的峰会，那当然现在看起来南非没有点头啊，可是俄国跟中国现在都发出了一个奇妙的这个问句，说你马克宏你到底为了什么？你为哪桩？你为什么要跨海过来参加我们的金砖国家峰会呢？本来就没你的事啊！所以你看，俄国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他就问了，他说：“你法国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你为什么要参加峰会啊？拜托，告诉我原因吧。”中国大陆的媒体就分析了，他说马克宏可能会希望借着这一次的机会，他想要超越意识形态还有地缘政治的障碍，摆脱精神和观念的束缚。那另外，我们看看全球的去美元化，耶伦也承认了啦，不得不说，真的现在有人在这么做只是这个规模可能还不成气候可是呢，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了，包括你看到有9个国家组成的亚洲清算联盟他们就宣布了要使用伊朗的金融信息系统来取代 SWIFT。
要进行这个跨境的结算哦。另外，我们也知道呢，包括孟加拉的新闻媒体也说，为什么大家要去美元化？因为你美元把它当武器嘛，那很多人当然要避险了。而另外呢，美国他这个的叶伦他又说了，他说美国希望跟中国大陆合作那才能够共创双赢他说没有错，我承认全球的美元储备正在下滑，可是呢，跟中国完全脱钩这是错的。美国民众会从美中贸易获得巨大的利益所以一下子讲那样子，一下子讲这样子。而另外呢，加拿大一向跟着美国老大哥的屁股后头走，他现在呢抗中的声浪是不是又起来了我们来看亚投行这是亚投行的前全球公关总监毕加博，他就控诉他说你中共你渗透进亚投行把它作为你"一带一路"倡议锁定的国家提供贷款，所以呢，我检举你我们加国政府随即就宣布了，加国政府也宣布了暂停参与亚投行的运作而且呢，加国的财政部长方慧兰还暗示不排除我到时候我退出亚投行所以你看过去中加的关系其实很差那现在本来和缓一点点现在又要开始针锋相对了吗？汪文斌有回应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他说中国作为亚投行最大的股东，会持续为亚洲及全球基础设施建设做出积极的贡献。那当然他否认。来，我们问一下委员怎么看？李强出访德法两国，去德国啦是行礼如仪，因为固定时间就要中德要进行磋商的会谈。去法国呢是帮马克宏站台，因为马克宏正在办一个新全球融资契约的峰会，这全新的。你听了这个名字也显奇怪，他其实马克宏要弄3件事情。第一个，他要改革国际金融组织，是谁IMF 世界银行美国主导的，用加拿大的说法是被美国严重渗透的国际金融机构。马克宏要改革这个国际金融机构。第二个，马克宏要做什么？要解决贫穷国家的负债问题。负债最多了，很多人以为中国去错了，80%是欧美的商业机构跟欧美的国际金融机构贷款给这些贫穷国家的，中国反而占不到10%，而且中国的贷款是有自偿性的，都是跟基础建设有关系。然后欧美的国家是没有自偿性的。马克宏希望共同注意来解决这个问题。第三，对不起，个问题是，马克宏希望能够推动课碳税，对一些叛台湾太多的国家能够课碳税来帮助一些可能因为气候受损的国家那能够重建他们的家园。是。那好了。这3个议题都对着谁来都对着美国来的因为美国是全世界个人均排碳量最大的国家。那马克宏这个活动的时候，中国当然要去站台，为什么？站虾理由很简单，中国要去对抗美国的围堵，一定会去打法国牌，让法国战略自主，让他不跟着美国跑。马克宏也一样法国要脱离美国的羁绊，就要打中国牌。是，所以双方面之间呢，你可以看到你侬我侬的程度越来越高所以那个马克宏要参加金砖的峰会，金砖的银行就是中国主导的小 IMF。那对于这种状况的话，当然俄罗斯会对马克宏有一点这个不太开心你一下子说俄乌和解，你一下子说要武器支援乌克兰，你到底是朋友还是敌人所以对他有时候抱怨，大家说你来干嘛？这里是我们大家在办活动，你来干什么？你要来争光彩吗？我认为这个他在扮黑脸我想中国应该会很开心马克宏来，只有拜登会不开心。你想想看嘛。南非的金砖国家会议本来是行礼如仪如果今天普丁来了，哇，全世界新闻，又马克宏又来了，哇，我看拜登马上从椅子就掉下来更大。然后如果说习近平、马克宏跟普丁3个人就在那边开个会，我老天哪，这已经不是金砖国家峰会了这都突破美国封锁峰会了是，所以这个我是乐观其成。至于去美元化也有它的一个特殊的问题了那至于加拿大说想离开亚投行我觉得中国态度应该是来者欢喜，去者相送不勉强也没什么特别含义。
那亚投行本来就是配合“一带一路”的，有什么不对呢？就是要做“一带一路”里面各种基础建设的一种投资跟贷款嘛。那加拿大你不开心，你不想参与，不想赚这个钱，请便。所以就退出啦。好，我们进一下广告，还是做样而已。做样子，来进一下广告。好，我们来请教立正杰将军。这个李强啊，出访德国跟法国，我们要知道哈，德国跟法国都很有意思。这次的行动哈很有意思，因为德国跟法国我们要知道啊，他们从拿破仑开始一直打到第2次世界大战，这两个国家在欧洲哈其实是在争盟主的地位。尤其是英国脱欧之后啊，那整个欧洲来讲，到底谁是老大？是德国还是法国？其实法国来讲的话，它的 GDP 是不如德国了。德国我们知道，在梅克领导之下，这16年，对不对？它经济突发猛进，在这个经济上面来讲，可以说是欧盟的一个霸主，而且是主导地位。那法国可是法国法兰西民主有它的民主的优越感，对，他一直强调战略自主。对，马克宏这下是逮到机会了。第一个啊，梅克尔不干了。第二个，俄乌战争开始了，所以说，那中国知不知道他们这两国这种余量情节？他很清楚哦。所以李强去为什么只到这两个国家？你看哈、哦，我们回溯前2个月的这个世界大事哈，德国刚开始是肖兹去德国的时候，去中国访问的时候，中国送他140辆空巴的客机，对不对？是马克宏一去。他立刻150辆，更多还多10辆。除此之外，还有高奢侈品啊，或者是说核能电厂啊，这些大礼让马克宏高规格的带回去。是。那现在德国看到了，对不对？他会不会不是滋味？对。所以马克宏，我觉得说英国脱欧之后，马克宏有那种心态，想要在欧盟这个地方主导他一个当一个主导的地位，所以他也去，不管是俄乌战争一开始他去见普京，或者是见习近平。所以在这种状况下，那会不会给中国一个机会，在欧洲这边，我不敢说，说见缝插针啦，但最起码利用他们两国之间这种心结、余量心结，然后争取这个跟这两个国家之间的一个合作。另外讲到去美元化，我心里很担心，反而是我们台湾。是，为什么？你看哈，美国现在为什么会去美元化？我们知道都清楚，就是美国把美元当武器嘛，最大的制裁就是冻结俄罗斯的3000多亿美金，把它冻结掉，然后大家对美元没有信心。那问题是说，中国现在在美债部分有8000多亿哦。那如果说一旦台湾有事，美国还敢不敢再冻结中国这8000多亿的这个美债？如果再这样冻结的话，美元化可能就崩盘了，对吧？全世界对你来讲更不信任。那你不冻结的话，那你就没有任何制裁手段来对付中国，因为最大的制裁手段你都用过在俄罗斯身上，就效果不是很好。那会不会是，如果有一天中共封锁我们台湾，对不对？哈，那在这种状况下，美国也采取对俄罗斯同样的手段，对中国实施SWIFT这种美债的冻结来讲的话，我觉得可能美国自己可能在这方面他就会多一点考量。是，好，我们接一下广告。好，德国总理肖兹他发布了第一步的国家安全战略，这中间提到很多中国，来请教舰长。除了刚刚前子讲的提到中国，我们看到这个德国首部的国家安全战略，它对于英、美、澳的 AUKUS 背后插了一刀。为什么这么说？他在军事的部分，他特别提到了，就是说他们将进一步的致力于维护以不扩散核武条约为基础的全球军备控制架构，以及裁减裁减部队以及防扩散。这个现在在扩散的只有一个，就是 AUKUS， 也就是他没有明讲是对的哪一国，可是事实上它就是针对的 AUKUS 来的。那它针对的 AUKUS 其实它有其他的目的啊。那它里面还强调一件事情，也就是北大西洋公约第5条讲到的，就是说那个互助的承诺。但是
这第5条跟第6条提到另外一件事情，也就是北大西洋公约它的一个作战区域只包含在欧洲、地中海。好，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钱子，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北京清华大学法学博士蔡正元，主持人好，大家好。以及退役少将厉正杰将军。钱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接下来是前海军舰长吕礼师，大家好。观众朋友，我们赶快来关心国内的政治。现在侯友宜背负受敌吗？必须讲，因为民调现在还是第3名哦，所以呢，蓝营的支持者，包括蓝营啊，国民党本身都躁动不安。邱毅啊，今天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他脱口而出，他说，朱立伦啊，主席很可能在7月23号国民党的全代会之前更换总统参选人。哇！如果真的是这样，那真的太震撼了啊！侯友宜的选情不佳，王金平说别惊，我们来筹组侯友宜立委后援会哦。他把现任以及前立委哦，通通邀集起来哦，由国民党的党团总召曾明宗哦，一起把大家一起集合起来，全力辅选啊，会在7月5号晚上成立。这个整个这个大会，可是必须讲，这些人如果你不支持侯，谁支持侯呢？哦，那这个支持的力量够不够啊？我们一个一个来找一些解方，因为我知道现在有好多朋友，包括我自己的这个亲戚朋友都说，哎呀，钱子我有一个解方，钱子我有一个建议，太多的建议。不过有几个建议大家可以来看看，包括两岸论述这件事情，从侯友宜被征召那一天开始，就很多人说你要充实你的两岸论述。可是到现在为止，我们看到的侯市长喊出来的两岸的论述啊，必须讲没有什么着力点，媒体很难写，也没有新意。这几天的媒体标题啊，在两岸论述上面，侯友宜的部分是两岸和解，台湾共好哦。那台湾两岸共好，全世界都能共好。包括静好到共好，侯友宜转向号召团结，听起来都是口号，都是虚的哦，都是虚的。还有包括呢，你怎么样展示你的决心？现在他回到警探的本色，说打死不退哦。生日愿望也是用生命守护哦，讲一次可能觉得还蛮新鲜的，讲2次还可以过关，讲到第3次、第4次、第5次啊。很多人就觉得说，可不可以再拿一个比较新的东西出来啊？必须要吸睛啊！哦，现在时代不一样了，你要让大家有一个很大的感动也好，或是很大的冲击也罢，总之要吸引人，要让大家一下子就可以抓到重点。而另外，我们看看侯友宜补两岸以及国际的学分。昨天他跟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黎安友见面了，两个人谈了1个小时。侯友宜说，台湾目前最大的危机是政府不愿意和对岸沟通，改善两岸关系，所以他上任的话会补足这一个部分哦。侯友宜进一步说，中华民国宪法是台湾社会最大的共识哦，他要用这个来当作基础，来重新建立两岸的互信以及合作。可是9·2共识这件事情啊，侯友宜从头到尾都不讲啊，他也不说他要做或是不做，要不要依循9·2共识，还是要把9·2共识给废掉哦。目前为止，我们看不到侯友宜进一步的说法。那另外呢，侯友宜我们看到他跟黎安友的会面，黎安友特别有讲到说，他很好奇赖清德的两岸政策是不是会依照蔡英文呢？过去赖清德以非常支持独立闻名，如果当选的话，他会不会被华府视为非常聪明正确的蔡英文的立场，他会不会坚持呢？因为到目前为止，好像蔡英文已经是一个 standard， 是一个这个线这个华府认定蔡英文的路线是 OK 的那赖清德如果也移美，那会发生什么事情？这是来自于联合报的黑白级的评论讲的是布林肯18号就要到对岸去北京去跟这个北京去跟中国大陆来谈什么？我们现在不知道，只知道台湾问题或是两岸的问题一定是重中之重所以布林肯会空手去吗？两串交吗？联合报的立论是说，有可能台湾就是登门礼。那这样子的话，赖清德会不会移美呢？
过去赖清德说不要以美，可是现在时空环境已经不一样了哦。观众朋友，我们再来看看两岸的经贸，那当然很重要哦。我们出口到对岸非常多东西哦，每一年的这个贸易依存度也非常的高。王美花说啊，我们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很厉害哦，所以中国如果要以商逼政哦，这是不可能的。他认为呢，对中方的投资在高科技及敏感系科技本来就有相关的规范，我们都规范的滴水不漏哦。如果要去中国投资哦，这些敏感性的科技哦，政府如果没有核准，他是没有办法去的。可是真的是很尴尬啊！立刻我们看到今天《工商时报》就有一篇报道，台积电的魏哲家等3高层，包括张小强、侯永清这3个人，下周传出要访问中国大陆，而且要展最新技术，亲赴上海啊！时间点在6月21号。如果是这样子，那防得了吗？真的可以像王美花讲的滴水不漏吗？还有另外一个讯息哦，即将要开幕的哈洽会哦，地点在黑龙江的哈尔滨，57家台商要登陆了哦。所以现在到底是怎么回事？两岸的经贸的依存啊，还有包括对岸的经济发展啊，台商的未来啊，我们看看呢，包括谢金河就讲了说，我们不要妄自菲薄，两岸关系过去很好的时候，台湾经济也不好，但这3年两岸的关系不好，可是台湾的经济非常好，股市创历史新高，立刻李彦秀就打脸他了。他说：“到底哪里好？现在统计出口连9黑，进口连7黑，两军呈现11黑。那到底是哪里好呢？是跟人民活在平行时空吗？”来请教委员蔡委员，你怎么看？包括现在换猴论甚嚣尘上，怎么救？还能救吗？这个问题真的是大哉问。就像说，医生看的病的时候，碰到一个重症的病人，一定要做全身彻底的检查，要不然很难开出什么样正确的药方。邱毅前委员他提到说有可能会更换，我没有这么样高的把握因为这会牵动一件事情，就是说，因为他不是初选的，不是初选的时候朱立伦随时可以把他撤换掉，有那个高度的征召，征召了撤换征召，侯友宜是没有话讲的。可是问题是，如果是因为这个不是最强的母鸡，然后你征召了以后民调掉到第3名，那你朱立伦也要负起责任啦。换句话说，很可能就是如果要撤换侯友宜的朱立伦要一并的辞掉党主席的位置，所以就是一个政坛上的震撼弹。我也不晓得说这一帖药对国民党是不是白虎汤还是一个健康的药，现在评估还早。不过国民党现在处于一个高度的危机当中，侯友宜也好，朱立伦也好，不能漠视这个危机。这个危机是什么？就是今天中午刚出来的消息，徐巧芯，我们国民党新生代非常优秀、非常号召力的一个立委候选人，他讲了，公开讲了，他说没有人想跟会输的团结，而且他看到支持者恐转投柯文哲。这个现象我必须承认，他讲的是正确，是有这个现象存在。怎么说呢？就是说，人家不是叫国民党的人候选人当选，也不是要你侯友宜当选，因为侯友宜也不是2008年的马英九那种有高度的个人魅力的，并没有那个条件。人家是要下架民进党，所以如果侯友宜没有办法扮演下架民进党的第1号品牌，他就会被边缘化，那人们就可能转而支持。那么民调上距离赖清德比较近的第2名的柯文哲，利用柯文哲去打败赖清德。也许很多人讨厌柯文哲，可是不能否认的一点，只要能够打败民进党，那民党下架，很多国民党人是会投给柯文哲的，并不是喜欢柯文哲再讨厌都会投给柯文哲，因为他们希望下架民进党。这个就是徐巧芯所看到的现象，也是我观察到的。那侯友宜是不是因为两岸论述出问题啊，或者是什么各方面啊？这个我一下子没有办法给一个肯定的答案，是不是那两岸论述有问题，还是他的这个个人的行事风格或者谈话问题的风格等等？那的确，前段时间在政治大学那一番跟学生的 Q&A 的对话，现在被剪成那个抖音短影片在网络上全部散布。那一个一出来的话，我也不否认说，侯友宜的年轻票几乎归零，所以侯友宜如何去把年轻票的心给挽回来？
就要看他接下去在台湾大学的表现。如果有让人家很惊艳的表现，一定可以挽回部分来。那如果没有的话，那我只能说 game over 了，因为年轻选票就会几乎全部跑到柯文哲那边去，对侯友宜是很大的警讯。那侯友宜当时被提名的最重要的理由是说，他可以拿到中间偏绿的选票，可是事实上所有的民调呈现了中间偏绿的选票他拿不到，甚至于在新北市的选票也都输给赖清德哈。那人家在嘉义也输给赖清德，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连他的故乡都打不赢。那这样呢会引起说他竟然不是最强的母鸡，就会使得很多国民党的立委会感到高度的危机感，他们会想要顾自己的盘，不想要去跟侯友宜做任何联系。在国民党以前也发生过2016年朱立伦在选举的时候，有哪一个国民党的立委去挂跟朱立伦的合照？没有。2012年的时候，马英九还可以，可是已经因为他个人的作风跟金溥聪的关系，搞得国民党里面大乱。2012年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被《自由时报》批评，国民党没有人跟马英九挂合照，我就跳出来，我第一个，我从来不跟马英九挂合照，可是我看马英九那有状况，我亲自在台北车站买广告。雪中送炭。不在雪中啦，很惨就是了那这个情形其实在民进党一样啊。你看看这一次陈时中有几个人帮他挂合照啊？是啊。你看看以前谢长廷在2008年跟马英九选了几个人跟他挂合照你不能去怪立法委员因为什么？因为他也要在他的战场里面拼搏。如果你不是他增加他的筹码，反而变成他的负担，我为什么背着你的负担呢？对不对？因为立委选赢了也是国民党的成绩啊。是。你想选总统的人不能就单纯说我打死不退守护中华民国。中华民国靠你一个人守护不来没有这么多国民党立委你能够守护嘛？所以这种空洞的口号少讲一点来，我们请教这个厉将军你怎么看？包括两岸的包括这个商业的。我觉得侯友宜这是很明显，国民党又开始2020年的事情。我讲几件事情，大家听听看，跟2020年是不是很多既视感？第一个就是2020年的时候，也是国民党县市长大胜，对不对？那民进党蔡英文因为做了很多事情，引起民众的反感，所以大家都要下架民进党。在这种状况之下，国民党这些头目人物都认为群雄并起，大家都认为我有机会。吴敦义啦，对不对？党主席吴敦义，这个郭台铭，对不对？然后韩国瑜三雄并起，在这种状况之下。这次好像也是又发生这种事情。第二个，我觉得类似的情形。第二个就是这个党主席其实是民调最低的，几个人选里面民调最低的反而是党主席。这次是朱立伦党主席民调最低，上次是吴敦义民调最低，可是他就是一直扒着党主席不放。第三个，候选人都是现任的县市长，对，上次是韩国瑜，这次是侯友宜，都是现任的县市长。然后你要辞不辞，你不辞，你这就被人家当作攻击的对象，你市政就变成攻击的你的这个尾巴给人家抓住，对不对？这次侯友宜，你看前2天那个幼稚园喂药案，他如果说一处理不好，没有时间处理，一处理不好，马上变成人家攻击的把柄。再来就是什么？就是现在如果说党主席跟这个总统候选人不是同一个人的话，那这个职权怎么分配？对不对？责任怎么分配？我先问一下，现在立委提名是谁的权责？是朱立伦的权责，还是要交给侯友宜？对不对？不分区立委也是一样。那这些就像蔡委员刚刚讲的一样，那每一个都是想要自己你要替这些立法委员想一想，他是不是也是这种情形？那讲到我觉得这次从这几件事情里面看得出来，就是说国民党这次是不是又犯了2020年的错误？同样的场景，对不对？大家都在今年是因为民进党。他不管是疫苗或者是学术上面论文抄袭的事件，造成他的这个民众支持度下降，那大家又认为我有机会了，那大家都来争取这次总统的候选人，其中有一个人叫郭台铭，上次也有，这次也有他。那最糟糕一件事情就是，你侯友宜现在没有办法整合郭粉，对不对？没有办法把这郭粉整合，那你又为了像是中间靠拢，你就讲一些模棱两可的话，反而把你自己的铁票全部丢掉了。我现在据我知道，很多深蓝的投票反而说要去投赖清德，对不对？两岸就打起来算了，对不对？然后两岸就早点统一算了。现在甚至有这种说法出现，所以我觉得第一个，你现在要不然的话破釜沉舟，侯友宜你要不然就辞掉新北市市长，对不对？我就破釜沉舟背水一战，我就展现出我的决心。第二个就是也是同样的，就是
这个朱立伦你就辞掉党主席，让侯友宜来担任党主席，把所有这些立法委员的提名权什么交给侯友宜，自然而然这些立法委员、这些候选人才会向侯友宜来靠拢。不然我到底靠谁？我是靠你侯友宜还是靠朱立伦？提名是朱立伦，那我靠你侯友宜有什么用？我觉得现在是国民党不要再犯了这些错误，不然的话今年真的是很堪忧啊。这是很重要的时刻哦。来请教舰长。哥伦比亚的教授李安友，也就是我们前国安会秘书长的指导教授，那他今天早上应台北论坛之邀啊，那发表了一场演讲，题目是如何防止台海冲突，但是他中间提到了几个点，那跟台海没什么关系。那第一个呢，我们一天到晚啊都在讲美国现在对中国进行的策略，事实上是战略耐心啊。可是我们有想过吗？黎安友老师他特别提出来的说，现在中国也对台湾是进行战略耐心，所以我们台湾做了很多的事情，其实是中国不愿意的、不乐见的。那但是呢，其实中国都没说话，这个是美国的友人提醒我们的第一个。那第二个呢，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那个黎安友说，那个习近平呢，他必须在2027年之前做好准备啊！这件事情在1年之前，南华早报来访问我的时候，他问我的是，俄乌战争会对台海有什么样的影响？我说会递延。为什么？因为我们以前从来没看过的，例如说 SWIFT 被踢掉啊，例如说怎么样国际制裁啊，这次在俄乌战争上面通通都出现了。但是最重要的是，他拿出来了这个不管是我们的3位候选人，他讲的是可靠的保证，也就是这3位候选人能给我们可靠的保证吗？那另外他还讲说，美国现在论坛的这一些美国政坛的现在这些，不管是拜登，不管说是那个川普，或者是庞佩奥，这些人可以给我们台湾一些可靠的保证吗？他是这么讲的啊，他说第一个，现在习近平每天都在做一件事情，改变现状。改变什么现状？台湾海峡的现状。而且他天天上演，用各种方式不同的演。例如说他用前行攻势啊，例如说让航空母舰到东岸，这都是他的各种方法。其实他就在压迫这3个候选人。另外，他还对美国的这些领导人讲了一句话，叫做 "Shut up"， 你们通通都不要讲话。为什么？他说：“你们真觉得裴洛西当初到台湾来，或者是蔡英文总统在美国会见麦卡锡，对台湾是正面的吗？”他是这么讲的哦，我一个字一个字的念啊，免得讲错。他说：“美国所有的反华歇斯底里的这一些政治利益，真的能对于台湾更加的乐观吗？”他说：“没有。其实最好的方法就是叫这些人 shut up， 就是通通不要讲。”那其实我今天啊，因为刚刚那个照片是我自己拍的，我去听纵观他的一个演讲，其实我们台海两方是如何的互相尊重，然后在中间寻求一条大家都能够接受的那个才是最重要的。是黎安友是著名的汉学家哦，他也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的教授，是，所以他说的话哦很有参考价值，观众朋友可以来参考看看。